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收看本期的节目。如果在菜市场挑一样最便宜却最容易被冤枉的食物，那一定是非它莫属。很多长辈怕升糖，将它视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但你绝对想不到，在懂行人眼里，每天吃一个，在某些营养摄入上，相当于吃10个苹果，可帮助降血脂、降压，不知道就亏大了。很多人以为富豪们的餐桌上一定是山珍海味，但如果你去研究香港首富李嘉诚的饮食与商业哲学，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真正能让人抵御衰老与经济危机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地下宝贝。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这颗便宜的马铃薯。为什么说你平时最爱吃的薯仔排骨配白饭，其实是在给身体吃下致命的双重杠杆？怎么吃才能唤醒它体内的抗性淀粉，变成控糖降脂的利器？甚至它发芽后，究竟藏着什么连首富都极为忌惮的人生红线？在揭晓答案之前，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打出你平时最喜欢怎么煮土豆，看看是不是踩中了今天我们要讲的升糖地雷。接下来请耐下心来，我们将用这颗最便宜的土豆为您算一笔关乎寿命与财富的大账。在港台地区的中老年人餐桌上，有2道极为常见的家常菜，一道是茶餐厅里浓油赤酱的薯仔排骨，另一道是夜市或快餐店里的咖喱薯仔鸡块。老一辈人习惯性的把土豆当成一种蔬菜，炖得软烂入味后，再配上一大碗白米饭，连着浓稠的汤汁一起吃下肚。这就是日常饮食中最大的健康地雷——碳水叠碳水。很多长辈抱怨，为什么我没吃甜食，血糖还是控制不住？原因就藏在这顿饭里。土豆的本质根本不是蔬菜，而是含有17%到20%碳水化合物的谷薯类主食。当你把土豆和白米饭、馒头同吃时，相当于在极短的时间内向身体倾倒了2座淀粉大山。这些淀粉在消化道中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涌入血液。此时你的胰岛就像一个被强行逼着加班的工厂，必须疯狂分泌胰岛素来压制飙升的血糖。年轻时这座工厂或许还能勉强应付，但到了中老年，胰岛功能早已衰退，这种叠加式的进食无疑是在加速它的报废。想要让土豆平稳血糖，核心前提只有一个：当主食吃，别当菜吃。医学上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替换规则，每100克煮熟的土豆，大约可以替代25克的生大米，也就是小半碗熟米饭。如果你今天中午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约100到150克，那么你碗里的米饭就必须无条件的减去一半。这不仅仅是饮食的纪律，更是保护心血管的底线。既然土豆含有淀粉，为什么还要推荐中老年人吃？因为只要遵守了替换主食的铁律，土豆不仅不是毒药，反而是一座营养的宝库。它之所以被称为被冤枉的地下宝贝，是因为它藏着2笔巨大的健康红利。第一笔账，它是真正的钾元素之王。人到中老年，随着血管老化，血压问题几乎成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很多人知道吃香蕉可以补钾，却不知道土豆的钾含量比香蕉还要高。钾元素是天然的血管舒缓剂和消肿利尿药，它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从而有效平稳降低血压。用土豆替代部分精白米面，实际上就是在给紧绷的血管做一场温柔的按摩。第二笔账，它是维 C 的隐形富豪。提起补充维生素 C，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柑橘、苹果，但土豆中的维 C 含量非常可观，而且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土豆里的维 C被致密的淀粉紧紧包裹着，
这意味着即使经过高温烹饪，它的维生素 C 也不容易流失。对于牙口不好、肠胃虚寒、无法大量生吃冷水水果的中老年人来说，土豆提供了一种温和且高效的维 C 摄入途径。这就是为什么说，在降压、补充特定微量元素方面，每天吃一个土豆，其带来的心血管益处，甚至相当于吃10个苹果。如果我们把视角从餐桌拉高，俯瞰整个商业世界，你会发现一个极其精妙的暗合。回顾李嘉诚长达70多年的经商史，他之所以能建立起横跨52个国家、资产逾4000亿港元的长河系帝国，靠的从来不是孤注一掷的豪赌，而是一种近乎苛刻的克制。李嘉诚深知，无论是经营企业还是经营身体，最危险的动作就是贪多。一顿健康的饭，不能既要精致碳水的口感，又要根茎淀粉的饱腹感；一个稳健的企业，不能既要暴利的快钱，又要无底线的扩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也就看懂了财富与长寿的底层逻辑。财富的积累，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剔除坏账的过程，而健康的颐养，本质上也是一个拒绝透支、学会做减法的过程。既然不能叠着吃，那么土豆究竟该怎么烹饪，才能将它的升糖威力降到最低，甚至转化成肠道里的清道夫？答案藏在温度与时间里。接下来，我们将为您揭开土豆烹饪的降糖魔法。为什么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懂得放凉才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自律？在厨房的案板上，一颗土豆的命运往往决定了餐桌前那个人的血糖走向。许多中老年人对土豆心存畏惧，觉得它淀粉多、升糖快。但事实上，决定土豆升糖指数的核心，不是它本身，而是你对待它的方式。同样的食材，在不同的温度和火候下，会在人体的血管里掀起截然不同的风暴。在港台地区的饮食文化中，有几种极受欢迎的土豆做法：茶餐厅里绵软香浓的薯蓉土豆泥，以及夜市小吃摊上热气腾腾的烤马铃薯。很多长辈觉得这类食物口感软烂，不用费牙口，特别适合老年人。然而，从医学营养的角度来看，这些恰恰是升糖极快的危险品。土豆的升糖指数受烹饪方式的影响极大，甚至可以相差1倍以上。普通的带皮蒸土豆，升糖指数大约在60左右，低于一碗精白米饭。但如果把它烤熟，升糖指数会飙升到85。若是将其压碾成土豆泥，升糖指数更是高达73到90，直逼纯葡萄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科学原理非常简单，土豆被煮得越软烂，压得越细碎，它内部的淀粉糊化就越充分。糊化后的淀粉一旦进入肠胃，就像是直接向血液里注射了糖分，消化吸收极快，血糖自然会像坐过山车一样瞬间飙升。人性总是偏爱滚烫绵软的食物与赚快钱的生意，但在时间的长河里，真正保命的往往是那些经得起冷却的东西。想要让土豆从升糖炸弹变回养生佳品，我们需要利用一点反人性的烹饪魔法，给它降温。当一颗蒸熟或煮熟的土豆被放置到室温，或者放入冰箱冷藏12小时后，它的内部会发生一种神奇的物理变化——淀粉的回升反应。原本容易被消化的糊化淀粉，会在冷却的过程中重新排列结构，转化为大量的抗性淀粉。什么叫抗性淀粉？顾名思义，就是能够抵抗肠道消化的淀粉。它放凉后会产生抗性淀粉，不被小肠吸收，直接进入大肠。因为没有在小肠中被分解成葡萄糖，所以它的升糖反应可以大幅降低20%到30%。不仅如此，抗性淀粉
在人体内扮演着清道夫的角色。它不仅不升糖，还能吸附油脂、降血脂、喂养肠道益生菌。对于患有三高、经常便秘或肠胃微生态失衡的中老年人来说，放凉后的土豆其实是一剂纯天然的肠道保养品。即便你第二天把它稍微加热一下再吃，绝大部分的抗性淀粉依然能够得以保留。如果你实在不喜欢吃放凉的食物，渴望一口热菜，那么请务必记住第二个降糖法则：优先选脆口，避免过度软烂，并善用一勺醋。在控糖的饮食守则里，口感越有嚼劲，淀粉的消化速度就越慢，血糖上升也就越平缓。因此，快火翻炒的土豆丝或土豆片，其升糖友好度远远高于炖煮了半个小时的土豆块。更精妙的做法是在烹饪时加入一勺陈醋或米醋，这不仅仅是为了调味，醋中含有丰富的乙酸，这种物质能够有效抑制人体内淀粉酶的活性，从而减慢淀粉分解为葡萄糖的速度。同时，醋酸还能让土豆在受热时保持脆硬的口感，进一步降低淀粉的糊化程度。一盘简单的醋溜土豆丝，不仅是一道开胃的家常菜，更是中老年人延缓糖分吸收的智慧之选。当我们弄懂了土豆的降温与抗性原理，再回头审视李嘉诚那座庞大的商业帝国，你会发现顶级的财富法则与长寿的养生之道，竟然在底层的逻辑上完全重合。大多数普通人在投资时，就像是面对一盘刚出炉的烤马铃薯，哪里最热就往哪里扎堆。1997年，香港楼市烈火烹油，甚至连菜市场的大妈都在借钱炒楼花。2008年，全球金融衍生品狂热，人人都在追求快速膨胀的账面财富。这种狂热，不就是经济世界里的淀粉过度糊化吗？它让市场的血糖飙升到极限，随时面临崩溃的风险。面对这种滚烫的诱惑，李嘉诚的做法与普通人截然相反。他信奉一条铁律：不赚最后一个铜板。当市场最喧嚣、资产最热的时候，他选择了放凉。他不加杠杆，不参与最后的疯狂，而是手握大量现金，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狂热的人群将泡沫吹破。投资的最高境界不是在沸腾实火中取利，而是在喧嚣退去后，从容捡起那些已经放凉的优质资产。不论是管理身体，还是管理财富，能够克制住对趁热吃的本能贪婪，懂得等待放凉的时机，都是一种反人性的顶级自律。那么，既然知道了土豆要放凉吃和当主食吃，我们一顿饭究竟应该按照什么顺序来吃，才能在肠胃里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波堤？在商业布局上，这种混合搭配又隐藏着怎样的不败阵型？下一章我们将深入拆解进食顺序的魔法与抵御风险的终极智慧。在餐桌前，很多人往往只把目光盯在吃什么上，却忽略了一个更为致命的细节：怎么吃。上一章我们提到，将土豆放凉，加醋或者炒得清脆，能有效唤醒其中的抗性淀粉。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肚皮吃。无论烹饪手法多么高明，土豆的本质依然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如果你只是孤零零地吃下一大盘土豆，即便是放凉的，累积起来的淀粉总量依然会对脆弱的胰岛发起冲击。在健康管理和财富管理的底层逻辑中，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武器能够抵御系统性的风险。真正的安全感永远来自于周密的资产配置与严苛的出场顺序。医学营养学界早就发现，单独进食高碳水食物，其升糖曲线就像是一把陡峭的尖刀。但如果在进食碳水的同时，
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这把尖刀就会被迅速钝化。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吃土豆有一套必须死死记住的混合膳食公式：一份土豆加一份优质蛋白加2份绿叶蔬菜。这里的一份优质蛋白可以是清蒸鱼肉、水煮虾、白灼瘦肉，或者最简单的水煮蛋和豆腐。而2份绿叶蔬菜则必须是菠菜、芹菜、芥蓝这类富含粗纤维的非淀粉类蔬菜。当这3样食物混合在一起进入你的胃肠道时，一场精妙的化学防御战就开始了。大量的绿叶蔬菜就像是一张致密的渔网，而蛋白质则是粘稠的缓冲剂。当土豆中的淀粉试图迅速分解成葡萄糖涌向血液时，它们会被这张纤维网死死缠住，被蛋白质的消化液不断稀释。有了蔬菜和蛋白质的保驾护航，整餐的升糖幅度能够被硬生生压低约30%，这就等于在你的肠胃里人为的修建了一道防止血糖海啸的防波堤。如果你以为只要把这3样东西吃进肚子里就算大功告成，那就大错特错了。比吃什么搭配更关键的是进食的顺位。在港台地区的家庭饭局里，长辈们最习惯的吃法是夹一口软糯的土豆，扒一口白米饭，嚼得满嘴香甜后，再随意夹几根青菜解解腻。这看似充满了市井烟火气的进食习惯，恰恰是在向心血管系统下毒。科学的进餐顺序必须是严丝合缝的逆向操作。第一步，先吃蔬菜垫底，让大量的膳食纤维率先进入胃部和小肠，它们遇水膨胀，会在肠道壁上铺设一层天然的隔离膜。第二步，吃优质蛋白，鱼虾或肉类能迅速向大脑传递饱腹感的信号，同时进一步增加胃内的缓冲物。第三步，最后吃土豆主食，此时胃里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你不仅不会吃过量，而且当土豆的淀粉最后抵达肠道时，前面已经有了重重阻碍。淀粉酶必须跋山涉水才能分解它们，通过物理阻隔，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被拖到了最慢。同样的食材，仅仅是调换了出场顺序，结果就是天壤之别。进食的顺序与资产的排列，讲透了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你的抗击打能力并不取决于你最强的那块肌肉，而取决于你对风险的对冲与缓冲机制。很多中老年人在晚年时身体突然垮掉，或者家庭财务突然陷入危机，往往不是因为犯了什么滔天大错，而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习惯了偏科，只爱吃软烂的淀粉，从不吃粗糙的蔬菜，只知道把钱存在单一的高息账户，从不懂得分摊风险。当风暴来临时，没有蔬菜垫底的肠胃会被高血糖瞬间击穿，没有现金流业务护航的企业会被债务瞬间压垮。不论是面对餐桌上的一盘菜，还是面对动荡不安的世界格局，真正的智者永远都在做同一件事：建立缓冲地带。无论外界的诱惑多么香甜可口，你都要耐得住性子，先咽下那口寡淡的青菜，再细嚼那块紧实的蛋白质，最后才去品尝那口属于你的主食。这不叫保守，这叫对生命与周期的无上敬畏。当我们学会了如何通过搭配和顺序来驯服土豆的升糖威力后，依然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生死红线悬在头顶。有些土豆不仅不能平稳血糖，反而藏着让人倾家荡产，甚至危及生命的剧毒。面对这些绝对禁忌，无论你有多高明的烹饪技巧，唯一的出路只有4个字：断臂求生。在探讨了烹饪的降温魔法与进食的黄金顺位之后，我们似乎已经掌握了驾驭马铃薯的全部智慧。然而，无论是医学还是商业，
最核心的保命法则永远不是如何赚得更多或如何吃得更好，而是知道什么东西绝对不能碰。在港台地区的许多家庭里，老一辈人有着极度节俭的习惯。当他们看到厨房角落里的土豆发了芽，表皮微微泛绿时，第一反应往往是不舍得扔。他们会拿起菜刀，小心翼翼地把芽眼挖掉，把绿皮削去，然后自我安慰道：高温煮熟了，毒性就没了，吃了这么多年也没事。这就是中老年人饮食中最致命的认知盲区。这种盲区不仅是对医学常识的缺失，更是对系统性风险的极度无知。在生物学分类上，土豆属于茄科茄属。在漫长的自然进化中，为了防止地下的块茎被动物啃食，这类植物进化出了一种终极的自我防御武器——茄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葵素。当一颗土豆完好无损时，它体内的龙葵素含量微乎其微，对人体绝对安全。可一旦它开始发芽，或者因为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而表皮变绿，它的内部就会拉响警报。龙葵素的浓度会在极短的时间内飙升数十倍甚至上百倍。此时的土豆已经从一颗温和的粮食变成了一枚定时炸弹。很多人以为只要把发芽的那一小块挖掉，剩下的部分就是安全的，这是大错特错的。一旦毒素大量生成，它会通过植物的维管束迅速渗透到整个土豆的内部。更可怕的是，龙葵素具有极强的耐高温特性，日常厨房里的蒸、煮、煎、炸根本无法将其破坏。哪怕你把它切掉发芽部分，依然不安全，吃下肚后极易引发恶心、呕吐、头晕，甚至呼吸衰竭等严重的中毒症状。面对这种发芽的土豆，唯一的保命指南就是2个字：扔掉。绝对不能有任何心存侥幸的妥协。在致命的毒药面前，没有任何烹饪技巧可以力挽狂澜。认清红线并果断切割是保全生命的唯一法则。除了发芽的土豆是所有人的绝对禁忌之外，哪怕是一颗完美无瑕的新鲜土豆，也并非适合所有人。在医学的微观世界里，从来没有包治百病的仙丹。对于以下4类中老年人群来说，吃土豆非但不能养生，反而会成为加速身体崩溃的催化剂。第一类，严重肾功能不全者，高风险红线。我们前面提到，土豆是钾元素之王，这对普通人来说是降压的利器，但对于重度肾功能不全的长辈来说，他们衰竭的肾脏已经失去了正常排钾的能力。如果大量吃土豆，血液中的钾离子无法排出，就会引发致命的高钾血症。高钾会导致肌肉无力，甚至直接引发心律失常和心脏骤停。对于这类人群以及正在服用洋地黄类强心药物的人来说，吃土豆必须严格遵医嘱，绝不能盲目跟风。第二类，血糖波动极大的严重糖友，如果长辈目前的空腹血糖持续大于10毫米 OLFL， 或者餐后血糖像过山车一样波动超过4毫米 OLFL， 此时的胰岛功能极其脆弱。在这段高危时期，即使是放凉的土豆，也建议暂时从餐桌上撤下，改用山药、芋头或粗粮等升糖更平缓的食物替代。只有等血糖进入平稳期，才能重新少量引入。第3类，肠胃极弱或处于急性胃肠炎期的患者，土豆放凉后产生的抗性淀粉虽然能降糖降脂，但它的代价是极难消化。对于经常腹胀、腹泻或者正处于胃溃疡发作期的中老年人来说，这些抗性淀粉会在肠道内发酵产气，加重肠胃的负担。第4类，极少数的茄科食物过敏者，这类人群天生对土豆中的茄科蛋白产生排斥，一旦误食会出现严重的皮肤瘙痒，
口唇肿胀，甚至呼吸困难，必须绝对禁食。当你站在第三方观察者的角度，看着那些舍不得扔掉发芽土豆的老人，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商业世界里，每天都有无数聪明绝顶的企业家在犯着一模一样的错误。很多企业在扩张过程中并购了一些看似光鲜，实则内部已经发芽变绿，比如负债累累、核心团队腐败、商业模式涉嫌违法挥产的项目。面对这种带有系统性毒素的资产，大多数老板的选择和切土豆的老人一样，舍不得前期的巨额投资沉没成本，企图通过裁掉几个人、剥离不良部门、挖掉牙眼来继续经营。结果往往是毒素早已蔓延至整个集团的现金流，最终把整个家族企业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在这一点上，李嘉诚展现出了近乎冷酷的清醒与纪律。在他纵横商海的70多年里，他最看重的从来不是能赚多少，而是会亏多少。一旦他发现某个国家的环境或者某个行业的底层逻辑出现了不可逆转的系统性风险，犹如剧毒的龙葵树，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断臂求生。无论前期投入了多少精力和资金，只要触及了不健康的高杠杆红线，或者违背了稳健的原则，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其连根拔起，全部抛售。他不迷信切除坏死部分就能复活的幻觉，因为他深知有些亏损是绝不能硬扛的沉没成本，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毒药。为了昨天的错误而牺牲明天，是人生中最愚蠢的交易。同时，对于那4类禁忌人群的医学警告，也完美契合了李嘉诚的能力圈哲学。土豆再好，肾脏衰竭的人吃了也会丧命。高科技互联网泡沫在赚钱，如果超出了李嘉诚当时的认知基本盘，他也绝不盲目重仓。他深知甲之蜜糖，乙之砒霜的道理。别人吃着能强身健体的东西，如果你的胃肠企业的消化能力与人才储备承受不了，那就坚决不碰。底线是由你的基因、你的健康状况、你的认知能力共同决定的。中老年人最大的智慧，不仅在于知道该吃什么来养生，更在于能在诱惑面前坦然承认自己的脆弱，并坚定地守住那条绝不跨越的红线。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无论是对抗身体的衰老，还是跨越经济的寒冬，从来都没有什么一击必杀的仙丹。当我们拆解了马铃薯的营养密码、降糖魔法与绝对禁忌之后，真正考验中老年人的，不再是知不知道这些道理，而是能不能将它们变成每天餐桌上雷打不动的习惯。真正的长寿与富有，往往藏在那些最枯燥、最不起眼的重复之中。许多长辈在体检报告亮起红灯时，总喜欢去寻找昂贵的保健品，或者迷信某种能瞬间降压降脂的偏方。但医学常识告诉我们，人体的代谢系统是一个极其精密的长期账本，它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报复，只相信时间的复利。试想一下，如果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中午少吃半碗精白米饭，换成一个拳头大小、煮熟放凉的马铃薯，在吃这顿饭时，你克制住了先扒一口主食的冲动，而是先吃下2口富含粗纤维的绿叶蔬菜，再吃下几块清蒸鱼肉，最后才细细咀嚼那颗产生抗性淀粉的土豆。1天2天，你可能感觉不到任何变化，但在人体的微观世界里，奇迹正在悄然发生。每一天，你都在给脆弱的胰岛放一个小假，没有飙升的血糖去逼迫它超负荷分泌胰岛素。每一天，土豆里丰富的钾元素都在默默地帮你置换掉，血管里多余的钠舒缓着紧绷的血管壁。每一天，那些没有被小肠吸收的抗性淀粉进入大肠，像海绵一样吸附掉多余的油脂，并将它们安全排出体外。
1年、5年、10年之后，这种每天微小的做减法，会积累出极其惊人的健康红利。当同龄人因为长期的碳水叠碳水而血管硬化，常年奔波于医院时，你的心血管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弹性，你的各项代谢指标依然平稳。这就是吃法上每天吃一个，在长远健康效益上却能超越盲目进补的真实逻辑。健康不是靠猛药在一朝一夕间挽救的，而是靠每一顿饭的克制与科学，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熬出来的。当我们把这种长期主义的视角带入到李嘉诚的财富人生中，一切都变得豁然开朗。在香港商界，李嘉诚有一个著名的原则：我从不做5年以内就能看到结果的生意。无论是早年囤积土地，还是后来在全球布局港口和水务，他买入资产后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等待。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观望，而是基于对周期底层逻辑的深刻理解。他深知，就像一颗土豆长出快进需要时间，抗性淀粉的形成需要放凉冷却一样，真正的巨大价值都需要时间的沉淀与发酵。在这个过程中，不乱动、不焦虑、不盲目加杠杆，就是最高级的策略。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晚年时，总是在焦虑能给儿女留下多少存款、几套房产。但在李嘉诚看来，钱是最容易散尽的东西。一场金融风暴、一次错误的投资，甚至一个不良的嗜好，都能让巨额财富瞬间灰飞烟灭。一个家族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硬通货，从来不是存折上的数字，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危机意识、自律的习惯，以及一副不需要后代操心的好身体。对于普通家庭的长辈而言，你不需要像首富那样去布局全球资产。你在餐桌上对发芽土豆的果断丢弃，对饮食顺位的严格恪守，对日常锻炼的日复一日，就是在为整个家族积累最硬的资产。因为当老一辈人能够保持无病无痛、生活自理时，这本身就是对儿女在外面打拼最大的支持与托底。不给年轻人添麻烦，不因病致贫拖垮家族的现金流，这就是中老年人对家庭做出的最顶级的贡献。今天我们借着菜市场里最便宜的一颗土豆，聊透了关乎健康与财富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把这些繁杂的知识熬成最浓缩的4句话，请您一定记在心里。第一，当主食吃，减少米面，拒绝碳水叠碳水。第二，放凉了吃，唤醒抗性淀粉，平稳血糖，降血脂。第三，搭配着吃蔬菜垫底蛋白居中，建好肠胃防波堤。第四，绝不吃发芽发绿的，认清剧毒红线，果断断臂求生。这4句话不仅是马铃薯的养生密码，更是经营人生资产负债表的不二法门。血管的通畅与现金流的健康，道理同出一辙。避开食物的毒素与警惕高昂的负债，智慧如出一辙。财富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数字的无限膨胀，而是让你在任何时候都能拥有对生活的掌控权和人心的安宁。当你明白了这一点，哪怕每天吃的只是最简单的清蒸土豆配青菜，你也能品尝出生命最踏实的滋味。现在，请在评论区写下你目前最需要降温放凉的一个生活习惯，或者是你最喜欢的一道健康马铃薯食谱。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愿意从今天开始做自己健康的首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解开了你多年的饮食误区，请务必将这篇避坑指南转发到你的家族群里。也许你的一次分享就能帮一位长辈拦下一盘发芽的毒土豆，或是帮他平稳住波动已久的血糖。这里是嘉诚养生道，祝愿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
都能在市井烟火中吃出最踏实的健康，把时间熬成你最忠诚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